哇，这个雨大的。这种雨一般停不了，最喜欢下雨了，因为下雨声音就不好了。就不用忙是吧？对。我们几个就在这儿整。来，我们来这里。来了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你们俩坐中间来嘛。对。不用嘛，你这个游戏你是主要的。这个游戏我很快就结束了。就是要想看一下到底真有没有那么神。这个海盗桶啊。嗨。我之前是连续插5次，就一直就是一直弹。迪丽热巴把它都插满了，只剩4个口了。我说我不信，我插嘣。那么背啊！来，加油！但今天我就不至于吧？别立这个 flag。我们反正就是轮流插这个海盗桶啊。如果插进去那一下海盗那个桶大树没有弹起来的话，就可以去戳乐了。能弹起来呢？弹起来你这次就不能抠了。你试试。没弹。破了，这个梗破了，这个诅咒解破了。诅咒解了，我先掏一个，我先戳鸡腿了啊。哎，里面是个什么东西？哎，泡装，泡泡糖，泡泡胶，泡泡糖。比巴卜还是大大？哎呦，你们还真能说出来。来，这有一堆比巴卜。这是比巴卜。每次比巴卜上面有贴纸，你们知道了吧？不知道哪有贴纸啊？你看。但我好羡慕那些吹泡泡的，双层泡泡，一个中间还有一个小的在中间。你会？我不会啊。我会。怎么破？双层了，快看，快看，这怎么弄的？你是我大神。好羡慕。但我不会吐泡泡。你不会连吹出来都不会吧？吹不会。什么原理呢？原理就是一个圆的饼，就这个圆的饼，你要用手包过这个舌头放到饼的中间，你用意念去控制你这块饼。还用意念？我用嘴都控制不了我这。不是你这样，你要覆盖住你整个舌头，不然你这个饼会漏气儿。你说着我都觉得恶心。别吞。不，泡泡是不能吞的。他知道吧？应该。你现在吹一个嘛，子凡。你轻一点。吹。吹。慢慢的吹气。我把酒吐出去了。真的会有人不会吹泡泡啊？不是你吹的时候，你人不用这样。吹泡泡是一个很轻松的事，他都有点过于努力了。这个你总会吹吧？这个你不会，我不会。这个好简单的，教我哥。不是蘸这个泡沫水，然后往外吹，你试试看。你这个如果吹不出来，真是。这个不可能吹不出来吧？我一吹就吹出来了呢。什么叫你一吹？这个都吹不出来。真醉。哎呀，好奇怪啊！还真吹不出来。行，梦洁来吧。轻轻松松。搓。噔。那我来看一下 ，ice cream 冰淇淋。冰淇淋。什么？小时候参加过最难忘的一次表演。我想想，最难忘的一次表演。最难忘的表演，我可以先讲一个我们那儿的。哦，想起来了哈，这么快呢，难得。当时娜姐有一个叫《菠萝菠萝蜜》这首歌吗？对，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元旦汇演，然后我当时就跳了《菠萝菠萝蜜》这首歌的舞。
当时你唱歌的时候，大家会说你唱歌好听是吗？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，就是他们觉得我表现力还可以，表现力，就是在台上就是很开心啊，或者是就在那个状态里面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在唱歌跳舞，其实，但那个时候就埋下这个唱跳的种子。但我就知道我愿意去表现，对，试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。尹真有没有难忘的表演？就在我前段时间，我回到广东的家的时候，我的初中同学跟我说过，他说兄弟，我有件事情要问你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当年我哥结婚的时候，你唱那个断了的弦，到底是故意的还是？我说什么？我说我在你哥的婚礼上唱了断了的弦，失恋的歌也不挑歌，也不管哈。他们也同意你唱哎，同意了，不是很夸张的，就是。我的同学说：“哎，不是，我就纯粹好奇问一下。当然，他们现在已经离婚了。然后说你当时是故意的吗？还是说？我说不是，你当时看出来了，所以我专门点他。我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单纯的就是那段时间可能觉得那首歌很好听。很好听。我说我是傻吗？我说人家结婚呢。”我断了的弦再怎么连啊？对，这个算是很难忘了，就是确实，因为你知道，就是他告诉我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内疚了很久。到你们了，到我了，搞这儿的。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来吧，动动乐，搞这个大肉腿，大肉的。童年最相信的谣言。童年最相信的谣言。我有一个，就是不要玩火，玩火会尿裤子。就是屋里面不要打伞，不然会长不高。长不高。碗要吃干净，不然要以后娶的老婆是麻子脸啊！对，米饭不吃完什么，说以后存不住钱还是什么。但我还就是有一个比较科学方面的，就小时候总说吃鸡蛋黄啊，胆固醇会上升，其实不是，但其实不是，那个吃那个蛋黄是很健康的，是因为那个当时有各种不专业的专家，砖头的砖。专家对专家有很多建议，专家建议最好不要不要空腹吃早餐，不要空腹吃早餐，伤胃。那要怎么吃早餐啊？先吃点东西再吃早餐，先吃晚餐再吃早餐。尹正来插一个，会不会已经弹出来啦？有的时候没弄好的情况下，插满了都不弹。来吧。除在场人脑海里第一个想和他吃饭的朋友是谁？除在场的人啊，1、2、3，姜文老师。除在场的人，为什么是姜文啊？我就是随口一说，就反正你想的嘛。但你会设想那个画面吗？我也不敢，我说实话，你要真让我去，我不敢。我跟姜文老师吃饭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就是听就行，听就行。我很喜欢他，姜文。就是如果有生之年，我作为一个演员，我能够跟他合作一把，我愿意演一粒尘埃。该我了，应该是该我了。要弹喽！哇，这应该是插到底了。啊，有哪些小时候觉得特别厉害的小聪明？啊？什么小聪明？哦，小时候的小聪明，自认为的小聪明，有过那种吗？装睡，那家里人来，我是装病。哦，装病。哦，有一次实在是不想上课了，故意在家用很冷的水洗澡，不兴许啊，不兴许，好冷。洗完之后身体更好了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但是还要装啊！哎，我说你那个冬天都更不生病，因为你相当于冬泳了。好冷，但是什么事都没有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就病不了？但是我家长可能就看出来了，但是也不想拆穿你，就看你这么努力的去装，也是一种态度，对，也是一种态度。我2年级的时候，美术作业没做，要画5幅画，积攒太久了，我怎么补都补不回来，我只有一个办法了，不去了。你知道我们家住2楼吗？刚刚不是说了吗？爸爸妈妈，我上学去了，往楼上走，就在3楼坐着。然后呢，有人回来了，
哎，完了有人，我就往4楼跑，他也往4楼来，我往5楼跑，他就是5楼的那个王叔叔他们家，回5楼。杨婷怎么在这儿？怎么没去上学？就告诉我们家里面了。王叔叔，化成灰我都记得，没有，被发现了。小聪明。我有一个，突然就想起来了，这是我小的时候上学是要自己坐公交车去学校的，然后那个公交车呢是1块5，然后呢那一天回家的时候1块5没了，就没有剩1块5了，钱花哪？钱好像买馄饨吃了，用了自己用掉。对，用掉了。然后你在路上走是不是？对，我走回家的，然后我们家很远很偏，我走到了天黑才到家。妈呀，坐公交车都得坐多久？你当时是1个小时有的，40分钟。哇，那你这个太远了。对，你走回去然后的。就走回家，我还骗我爸说怎么回来那么晚？我说哦，学校训练，其实是走回。这种东西被妈妈知道可能会哭吧，妈妈。如果这是我女儿的话，我直接就哭了。你只是想吃碗馄饨，你就告诉我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小时候的概念他想不到这个，想不到家里担心，只会想到我会被骂。对，而且你看啊，每天3块钱就是要来回坐公交车的钱，你这个钱是怎么样都不能花掉的。我妈肯定是知道钱被我花了，但是没有说破。反正结果自己承担了，自己承担了。妈呀！来吧，尹正来戳一个。哇，可以，到你选一个。好。彩蛋钥匙。彩蛋钥匙是什么？哦，得到那个彩蛋钥匙了。哇！我们刚才拿到的是时光钥匙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带锁的时光宝箱。哦，哇！怎么变成15到至今了？因为你得到的是钥匙，钥匙必须开这个，只能这个是吧？对，看一下。15年的时候。也10年了。哇哦，高考。我看看，5年高考，3年模拟。郭子凡的。哎，怎么是我？我看看，北京电影学院专业考试合格证，郭子凡，专业排名100，第1名。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的啥懂人？啥懂的？好客啥懂？哇哦！北电表演全国第1，郭子凡。好了，不要声张了。真厉害，是不是？这家伙，当时有什么题目还记得吗？公交车等人。下雨了，我看看，我肯定被淘汰。老师出了一个什么题，好像是说你身上有蚂蚁在爬。老师。那你绝对是第1。这会当第1吗？不会吧？监考老师说：“这位同学，你上来监考。”对。那接下来就开始看我们的2015年郭子凡 X9 少年团出道，此处为视频文件，请播放视频。还要大家看啊？不看怎么办呢？你以为是？我看一下，是观众看的。我看一下，郭子凡出的。哎，这个我没看过，我想看。还有你的，还有我的呀，还有你的。哎呀，我的就别看了吧。尹正老师的作品集，这个我看，哎，这个我天天看。这个我们先看这个尹正老师的好了，我们这2个有点不太行。那我们就接下来就看尹正作品集，这个耳熟能详。我想成为一个，就是等到我7老80了，我还在演戏，然后年轻的演员，比如说跟我合作说，哎呦，我跟尹老先生合作，我真高兴。尹老先生。哦。哇，这是什么时候的？各种时候。哇塞，这好帅。袁华。哇！哎呦，这《大话西游》哈。这是近几年的。这是人生的，对。这是什么戏？这个是一个说京剧的。扬名立万的。哇哦。唐探。对。唐探1900剪得好燃啊！哎呦，谢谢节目组，用心了，谢谢。哎呦，咋跪那儿了呢？啊，这个正好。徐梦洁到徐梦洁。哎呀，我那时候很胖的。你那个是哇，
啊！等一下，暂停，你竟然，我再看一遍。啊！别！你怎么在这儿出现了？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一趴哎。